黑神话悟空被认为是中国游戏界的希望，也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希望。嗨，大家好呀！不知道最近生活怎么样？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最近很火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中国的一个游戏黑神话悟空。黑神话悟空其实是以中国神话里的孙悟空作为主要角色的这样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大概是几个星期之前发布的，虽然它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发布过预告片，而这个预告片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那个时候的轰动和这次游戏正式发布的轰动是没法比较的。这一次发布之后，立马在中国以及国外都受到了很大的欢迎和讨论。发布的第一天，它在 Steam 上的排名就排到了第2名，也就是说，它是在 Steam 上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而在发布之后的几天，黑神话悟空就排到了第1名。这个游戏有多火呢？首先说一说在中国国内的情况吧。如果你有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经常刷视频或者看帖子的话，你会注意到不仅仅是以前就玩游戏的人，就算是不玩游戏的人，也至少会听说过黑神话悟空。很多人因为这个游戏还专门去买了 PlayStation 或者是新的电脑去玩这个游戏。虽然很不幸的是，我的笔记本电脑性能没有那么好，所以没办法玩。但是我看了很多人他们玩这个游戏的视频，我也很想玩。那在国外，尤其是西方世界呢，黑神话悟空也受到了很多的讨论。在这个游戏正式发布之前，很多人都说我不想玩这个游戏，因为中国政府会通过这个游戏来盗取我的个人信息。但是当这个游戏被发表之后，很多人也不管这些事情，立马下了这个游戏去玩。这个游戏这么受欢迎，当然和它之前的宣传是离不开关系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游戏本身的制作就非常的精良，它的文化背景也好，打斗的方式也好，甚至是音乐等等，都有很多的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元素在里边。再加上悟空这个角色，在国内国外都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角色，也有很多的游戏作品也好，动漫或者是电视剧等等，都有很多是以孙悟空作为主要角色来开发的这样一些作品。很多人把黑神话悟空看作中国游戏界的希望，
尤其是中国的单机游戏界的希望。单机游戏指的就是不需要联网，你自己在自己的电脑上就能够玩的游戏。这样的单机游戏更容易成为一个作品，也就是说，不管从故事也好，音乐制作，乃至于游戏的机制等等，都可以是能够发挥游戏制作者水平的这样一类游戏。在很久以前，大概10年、20年之前吧，中国其实也有另外一部至少在国内很成功的单机游戏，那就是《仙剑奇侠传》。我小时候还玩过这个游戏，最后也通关了。但是开发这个游戏的公司最后却破产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在中国盗版游戏的现象非常严重，大家没有很强的付费的意识。于是虽然当时《仙剑奇侠传》的这个游戏不管是故事也好，音乐制作等等都非常的优秀，但是最后却没有能够帮助这个游戏的开发公司赚回他们的投入成本，最后破产了。而自从《仙剑奇侠传》之后，中国国内就没有很强的单机游戏出现了。占主体的、占主流的游戏主要都是比如手机游戏呀，或者是需要联网付费买装备的这样一些游戏。这样的游戏虽然也有一定的制作水平在，但是更多的却还是以赚钱为目的，没有太强的作品性在。作品性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比如你画了一幅画，这幅画你是想以创作为目的，是想创作一个很好的作品，还是说你想通过画一幅大家会喜欢的画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区别。那中国过去10年到20年的游戏发展，其实都是以手游、手机游戏，或者是这样需要充值买装备的游戏为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无所谓的，但是当真正的好作品出现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是能够感受得到的。这就是黑神话悟空为什么现在这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虽然我还没有玩这个游戏，但是我看到了很多的视频。通过这些视频，我可以感受到制作这些游戏的人，他们对游戏的塑造，整个背景的创作都非常的用心。比如说，在游戏里有很多的寺庙，那这些寺庙其实都是以中国实实在在存在的寺庙作为原型的。由于这个游戏有很强的佛教的因素在，所以像中国山西省等等这些地方，原来是佛教的中心，有很多很大很有名的寺庙，你都能够在这个游戏里找到他们的影子。
这个游戏里的音乐也很有意思，里边的很多乐器都是中国的传统乐器，比如说古筝、二胡、唢呐等等。所以通过玩这个游戏，你也能够体会到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当然，除了传统的中国音乐之外，你还可以听到一些佛教相关的音乐，以及在中国有一些省份的当地的戏剧等等。总之，我相信对于喜欢游戏音乐的朋友们来说，黑神话悟空里的配乐应该是一流的。可以说，这个游戏的制作公司真的很用心了。那说到黑神话悟空的制作公司游戏科学呢，其实他们也有一些故事。游戏科学一开始有7个创始人，他们本来是腾讯这个公司下面的游戏的核心开发人员。后来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一起离开了腾讯，创立了游戏科学这家公司。当然，在创立之后，他们开发过好几款游戏，但是都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而黑神话悟空的正式开发是在游戏科学成立之后的3年，也就是2017年开始，他们才正式开始这个项目的。但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公司里边并没有很多人，没有足够的成员来开发这个游戏。好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发布了一期黑神话悟空的预告视频，而这个视频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关注。于是很多游戏的开发人员就想加入游戏科学。传说他们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收到了1万多份邮件应聘他们的开发团队。在2021年的时候，腾讯也投资了游戏科学。所以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游戏本身的质量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游戏的宣传也同样重要。前前后后他们花了6-7年的时间打造了这样一个游戏。好在最后的结果是让人欣慰的，我也很期待自己能够玩上这个游戏。那播客的最后呢，我想再聊一聊黑神话悟空的故事的背景，也就是《西游记》。《西游记》本身呢，是中国很久以前的一本小说，被称作中国的4大名著。名著就是指有名的经典的一些作品。至少在我还在学校的时候，《西游记》是我们必须要读的课外书籍。这本写于500多年前的小说，其实有非常强的佛教的背景，不仅仅是整个的大背景，还包括里边人物的名字呀、地点
甚至是整个故事的目的，都是和佛教有很强的联系的。那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讲唐三藏以及他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和沙悟净4个人前往西天取经的故事。西天其实在这里可能指的是印度，因为印度它是在中国的西部。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其实你也能感受到佛教这样一个元素在这本小说里的地位了。这个小说虽然写作于500-600年前，但是里边人物的塑造都非常的成功。比如说孙悟空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他不仅仅是作为唐三藏的一个徒弟，他还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在他们去西天取经的过程当中，他也曾经和唐三藏，也就是在整个故事里非常具有权威和权力的这样一个角色，有过很多次争吵。我还记得有时候他们吵架之后，唐三藏也会对孙悟空说对不起，尤其是在他误解了孙悟空之后。这样的角色塑造或者情节，其实是和当时所处的中国的背景很不同的这样一种方式。因为500-600年前的中国还在封建时期，那个时候最有权力、地位最高的人就是一切，他们说什么，下面的人就要做什么。这样的性格特征以及文化，其实在现代中国也还有，但是在《西游记》里边，最主要的角色孙悟空却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孙悟空这个角色非常受欢迎，不仅仅是在中国，在日本也有很多的动漫、漫画、游戏等等，都是基于孙悟空这样一个角色来塑造的。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龙珠》里边的孙悟空，就是典型的基于《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的这样一个角色了。说回《西游记》，在上个世纪，《西游记》曾被翻拍为电视剧，也是我这一代人，或者是我妈妈这一代的人一定看过的电视剧。所以如果你想真的学好中文，并且能够理解中国的文化以及我们常常说的俚语等等，那你一定要去看一看《西游记》。关于孙悟空这个角色，也许之后我会另外出一期节目聊一聊。这一期到这里就先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
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